如果說視頻中這位衣衫襤褸、靠撿垃圾為生的流浪漢是北京理工大學的狀元學霸，你是否覺得十分不可思議？2020年，上海警方在一處拆遷房中發現了一名靠撿垃圾為生的流浪漢，他似乎有些神志不清，面對警方的詢問，他有些語無倫次，前言不搭後語。出於好心，警方將他帶回安置，並照顧了很久，同時也不忘幫助他尋找家人。漸漸的，這個流浪漢恢復了一些神智，這才告訴警方，他叫姚遠，已經在外流浪了12年。然而在警方幫助他尋找家人時，竟然意外得知，姚遠居然是當年的高考狀元，之後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，畢業後還曾在一家國企上班，是很多人都羨慕的對象。那麼從北京理工的學霸到在外流浪12年，姚遠這些年到底經歷了什麼？在獲得警方幫助後，他如今又過得怎麼樣了呢？在警方發現姚遠時，他已經49歲了，明明還在中年，卻宛如遲暮老人，彎腰駝背，頭髮花白，神情疲憊不堪，看上去仿佛比60歲以上的老人還不如。這讓人很難想象得到，他竟是30年前的高考狀元。姚遠是寒門走出的貴子，出生於湖北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，但自小學習成績優異的他，成為大人口中別人家的孩子。1990年，姚遠參加了高考，以優秀的成績被北京理工大學錄取，成為當地的高考狀元，是親朋鄰居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樣。在開學前，姚遠家裡來了很多親朋好友，為他設宴慶祝，大家紛紛表示羨慕與祝福。這不僅讓姚遠感到高興，更讓他的父母感到無比的欣慰與自豪。在充滿祝福和期待的歡聲笑語中，姚遠去往了人生的新方向。可誰知來到大學之後，姚遠卻迎來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。他發現很多同學都比他優秀，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天才型人物，不僅多才多藝，大多數同學家境都比他優渥，就連自己引以為傲的學習成績都被比了下去。在這人才辈出的大學搖籃，讓姚遠遭受不小的打擊。這巨大的落差讓姚遠有點無法適從，無法接受自己的落後，所以他只能通過拼命學習進行攀登，以此來縮短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差距。但是不管姚遠多麼努力超越，很快又會被反超。不過此時的姚遠並沒有因此而服輸，因為他堅信自己還有極大的上升空間，不斷激勵自己去追趕前面領跑的同學。就這樣，大學4年生活，姚遠在自己造成的巨大壓力之下過完了。好在他還是比較幸運的，努力都沒有白費。臨近畢業前夕，北京一家科研單位就注意到了他，並向他拋出了橄欖枝。就這樣，年紀輕輕的姚遠就坐進了乾淨明亮的研究室，成為一名科研人員。姚遠的父母也非常欣慰，被兒子取得的優秀成績充滿驕傲。在父母的期待下，姚遠在北京那家科研單位工作了整整9年。9年加上大學4年的時间，足以讓一個從鄉下北上的人當地扎了根。就連他的父母也是這麼覺得。不過讓父母都沒有想到的是，姚遠居然選擇放棄了深耕9年的工作。某天，姚遠打電話給遠在湖北老家的父母，跟他們說自己打算辭職前往上海發展。父母接到電話一臉茫然，不知道自己兒子為什麼要放棄這麼好的工作，跑去陌生的城市發展。不過雖然不太理解兒子的選擇，但是姚遠從小到大一直都是他們的骄傲，所以並沒有過多的干涉孩子的人生，把選擇權交給了他自己，只是勸姚遠做事盡量三思而後行。跟父母通完電話後，姚遠果斷辭去了在北京的工作。或許當時姚遠的身心都已經疲憊不堪了吧，想着去找新的機遇，又更像是再去逃避過去。不久，姚遠拖着疲憊的身軀來到嶄新的城市上海，他重新收拾那些不甘的狀態，以最大的熱情投身到上海這座城市中。但現實卻不再眷顧他，光是重新找工作就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。
想在上海這座人人都向往的大都市扎根，比遙遠想象中的要難上許多。就算是名校畢業也不例外，畢竟上海最不缺乏的就是人才，比他優秀的大有人在。遙遠掙扎在一家又一家公司，在上海這幾年時間換了不少工作，漸漸的耗盡了積極和耐心，以往不甘落於人後的精神也逐漸萎靡。最後遙遠只能選擇再次辭去剛剛穩定下來的工作，準備休養一段時間，卻沒想到這一次選擇卻將他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。正當遙遠工作的空檔期，卻迎來了一場金融風暴。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全世界，很多企業支撐不住都倒了，大量的公司瘋狂裁員，失業的人拼命找工作，但工作也变得更加難找了。遙遠也不例外，以往那些工资合適又體面的工作競爭力變大，自尊心很強的遙遠自然也不願意去那些看不上的公司。时間一長，遙遠一直找不到想要的工作，但生活還得繼續，口袋裡的積蓄被逐漸掏空，瞬間讓遙遠感受到了深深的絕望。與此同時，遙遠就像人間蒸發一般，與過去的同事和朋友都失去了聯繫，老家都沒有回，甚至也不給家裡打電話，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，也不知道他過着怎樣的生活。等到家中父母開始牽掛，主動聯繫他時，給他打電話，卻發現已經停機了。時間久了，父母生怕遙遠出了意外，只能不遠千里前去上海尋找兒子。但是父母都不知道遙遠在上海的住址，在這偌大的城市就像無頭蒼蠅。實在沒辦法之下，二老只能選擇求助警方，但是無論警方怎麼找，都沒有找到遙遠的蹤影。最後只能到處張貼尋人啟事，把希望寄托給社會群眾。苦苦等待好消息的同時，父母失望地回到家鄉，幻想着哪天兒子會主動回來，出現在自己家門前。這一等便讓他們老兩口等了12年，直到2020年，事情才迎來轉機。來自上海警方聯繫到了遙遠的父母，並讓他們看到了剛拍攝不久的一組照片，請他們確認照片中的人是否是自己的兒子。已經老眼昏花的老兩口仔細端詳了一會兒，直接就愣住了。照片中的人就算變化再大，他們也能認出來，的確是自己失蹤了12年的兒子遙遠。老兩口當場就失聲痛哭，失蹤了12年的兒子終於有了消息，但是看上去變化也太大了，彎腰駝背，骨瘦如柴，渾身邋裡邋遢，雙眼沒了年輕時的神采，也不知道這12年來過着怎樣的苦日子。在警方的協助下，老兩口來到上海，見到了失蹤12年的兒子，並將他帶回了老家。經過幾個月的治療和休養，老兩口這才從已經恢復神智的兒子口中得知當年失蹤的真相。原來遙遠因為當時找不到工作，身上的積蓄也花光了，不敢面對家人和朋友，覺得非常愧疚，強大的自尊心作祟，讓他不敢回家，只能在上海靠着撿垃圾的方式來生活着。而且他当時的精神狀態已經有些不對勁了，後來又沒得到及時的治療，漸漸地迷失了自己，整日流浪徘徊，到最後連自己都忘了，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，只能蒼天為被，地為床，整日過得渾渾噩噩的日子。父母聽後心疼不已，卻不好過多的埋怨，只能鼓勵他重新振作起來，迎接日後的生活。經過了1年多的時間，遙遠在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下，積極接受治療，重新培養了自己的生活能力。如今的他在與別人交談時已經變得正常了，再談起過去那個頹廢的自己，他也能淡然一笑，不再逃避，已經學會接受那個不完美的自己。或許當初的狀元已經回不來了，但是現在的他似乎變得更加陽光自信了。成人的世界都沒有容易二字，有的只是一片苦海。從高考狀元淪落為流浪漢的例子不在少數，像河南某縣高考狀元常學福，當年也是風光無限，畢業後更是自主創業，成為一名成功的年輕企業家。但不知為何最後自願選擇成為一名流浪漢。雖然其中有自願的成分，
但是內心依舊還有無法面對自己平凡的影子。所以說，人生在世，健康的心理十分重要。學會接受平凡的自己和接受平凡的人生，這都是十分重要的。